皇后到大将军那儿去了。来人呐，快给我换衣服！快！卫青，怎么了？叫人给我换衣服，我要去宫里，去见皇上。这怎么话说的？你现在连车都坐不了，你怎么去见皇上啊？那就叫人抬我，抬着我去见皇上。再不见，恐怕就见不上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，我帮你去说去。你干嘛这么折腾自己呢？真是的！你瞧瞧他。你快去，照我说的做。你实在有什么话要说，我去跟皇上说呀。你看你，太医不是讲过了吗？你不能走动。我的话你替我讲不了。这是我们魏家的话。快去！去啊！出了什么事了吗？也没出什么大事儿。没什么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啊？哦，皇后娘娘没有跟叶廷淑打招呼，就出宫了。皇后去哪儿了？据说是去了大将军府。哦，皇后去见大将军了。对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诺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看呐，大将军来啦！大将军来了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，你怎么样？大将军，好想你啊！大将军，想你啊，大将军！想你啊，大将军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保重啊，大将军！大将军，你看呢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我们来抬大将军！快，我们来抬！大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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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想你啊，大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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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你啊！哎，光禄大夫，光禄大夫，哎呀，光禄大夫，皇上，卫青来了。朕要穿正装，给朕拿正装来。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到。扶我。小心。当时你给我一个笑脸。
尽了你的背影。岁月老去，我已不能爱，转过身，往事突然清晰，重复你的目光，再也难串起我的记忆。夜深深，梦缠绵，人沉醉。既然离别难免，今生何必相会？今生何必相会？流星闪过，莫须伤悲。千百年之后，谁又还记得谁？谁又还记得谁？卫青，当时你给我一个笑脸，让我心跳一辈子。卫青，是我的目光永远融进了你的背影。岁月老去，我已不能爱，转过身，往事突然清晰，重复你的目光，再也难串起我的记忆。夜深深，梦缠绵，人沉醉。既然离别难免，今生何必相会？今生何必相会？流星闪过，莫须伤悲。千百年之后，谁又还记得谁？谁又还记得谁？夜深深，梦缠绵，人沉醉。既然离别难免，今生何必相会？陛下，何必相会？你这是干什么，卫青？陛下，就受臣最后一拜吧。谁又还记得谁？陈卫青原本只是个骑奴啊，靠了陛下敏锐绝伦的目光，点石成金的教化，才有了今天。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都报答不尽呐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啊！也只有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被臣一直挂在心上。你尽管说吧。陛下英明神武，臣以为太子虽远不能比，但是太子贵在有一个仁善之心。圣人说有教无类，像陛下这样的圣君，当能容忍太子这样的稚嫩。朝中又有哪个人才不是陛下成就的呀？太子眼下也是过于年轻，但是只要多多磨练。卫青何以关心起朕对太子的态度？是皇后和太子不放心吧？骊山之事，臣也听说了。原来是为这个。陛下为一国之君，
发之于中，必行于外。但是狄山，毕竟是太子推荐的，杀了狄山，不就闪了太子吗？陛下何必要杀鸡给猴看呢？卫青，你一生南征北战，杀人如麻，怎么现在有了这么一副软心肠啊？鸟之将死，其声也哀呀。卫青，你我是一代人，咱们又是至亲。可很多事情是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的，也包括讨伐匈奴。倒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比下一代人高明，但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经历了腥风血雨，在生杀搏杀中积累了一些品质、道德，练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英雄。臣此心仍在沙场。一代人总有一代人不同的使命。臣跟随陛下已征战30多年了，虽然我朝已开创万古未有的奇功，但国家本身已是伤痕累累呀。卫青，朕并非无欺。汉朝虽然已经建立了几十年，但很多事情都还处于草创阶段，加上匈奴人、胡人不断侵扰，朕要是不在制度上加以改革，后世就无章可循。如果不南征北讨，天下就永无安宁之日。而要办这些个事儿，就不能不劳民伤财呀。朕把挨骂的事儿在朕这儿都做完了，后世子孙如果再像朕这样继续劳民，那就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。这也是为了让太子将来继位以后多施仁政。朕可以让你放心，太子的性情敦厚好静，将来是一定能够安抚好天下。朕对这一点毫不怀疑。让人深感忧虑的是，一旦有那么一天卫青不行了，大将军可用何人？元丰5年，一代名将卫青因病何然长逝。这位出身于奴隶的卓越统帅，以他非凡的军事才干，为后世的历代兵家所敬仰。卫青死后，汉武帝诏命以国葬之礼，将他安葬在茂陵的东北侧，墓冢仿照塞北阴山的形状修建，以此纪念卫青远征匈奴、纵横漠北的战功。我与你父亲苏建，曾在卫青手下攻过师。怎么样，他还好吗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他虽然遭受挫折，但忠诚不渝。死后，皇帝赐谥号为忠。汉使传达了皇帝的善意，本汗要和幕僚议一议，送汉使歇息去吧。匈奴还是十分的傲慢。赵信那个叛徒掌控了匈奴的大权，我看他们没有和平诚意，所以大单于有意冷落我们。
不仅不按约议事，扔下我们打猎去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既然是奉了陛下的使命，就耐心一点。好了，你休息吧。张大人，怎么样？你们那边已经定下了，明晚就动手。阻挠汉匈和平的只有一个赵信，我和匈奴勾王谋划，首先要杀掉赵信，然后带上南宫大胭脂一起归附汉朝。如能这样，你可立下了头等大功，皇上肯定会重重赏赐的。这事儿你跟苏武将军说了吗？干嘛要把功劳让给他呢？你就放手去干吧。好，这些金子你拿去用，多找几个帮手。是。大人，快看那边，出事了！走！老实点！走，快走！快点！大人，是我收买渔场，谋划杀掉赵信，想不到计划泄露了。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背着我干！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。你如此行事，违背了朝廷的意思，挑起事端，会使两家重新交兵的。我错了。大单于，主犯渔场已经招供，汉朝副使张胜策划了此次密谋。这些奸诈的汉朝人，我非杀了他们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大单于，臣以为应该招降他们为好，以体现我大匈奴的宽仁，留个活口，进、退都有余地，以免重新导致匈汉再起战争。也好。子次王在，你去招降这些汉朝人吧。是。汉使苏武图谋颠覆我王庭，大单于命我带你去审问。堂堂汉朝使臣，不受外夷审问。你不必恐慌，只要汉室同意归顺我匈奴，不仅不会受苦，大单于还将给你重赏。丧失气节，侮辱使命，就算留下一条活命，又有何面目复见我大汉的父老祖宗？哼！将军，快叫武士！李陵叩见陛下。行了行了，别跪着了。上一次你只率领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，带回的这张地图，朕看以后欣喜不已呀。
不愧是将门虎子，大有你祖父李广之遗风。臣一切只是奉旨而行。你的那5000荆楚勇士现在何处？回陛下，正屯驻在酒泉张掖一带。听说他们都是些胆大艺高的奇才剑客，弩箭百发百中。朕有个想法，此次呢，匈奴再次扣留我方的使节，朕派李广利、赵破奴出兵讨伐，想用你部之兵从后方牵制匈奴，希望你能有所作为。臣甘愿为国效命。但有一条啊，由于20将军带走了骑兵主力，朕已经没有骑兵可以拨给你了。臣不需要骑兵，愿以少胜多，只要步兵5000人，已足以横扫单于王庭。好，朕所要的就是你这股杀敌的豪气。父皇要打仗，要去征战取天马，难道天马比老百姓还要重要吗？父皇越来越情绪化，这20将军一心要立功封侯，却不顾老百姓的疾苦，可是父皇却只信任他。你说，这如何得了啊？皇上是不达目标誓不休，过去是反击，现在皇上为了剪断匈奴右翼，派兵把敌军围得水泄不通，攻克破城指日可待。只是当前国力民力已经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。那你说如何是好啊？现在怎么办？这黄河水灾，上百万灾民正在闹事，没人敢把真相报告给他。在适当时，太子应凯切直言，阻止皇上自己跟自己较劲。消息是有好有坏，李陵部北进现已到了汛期时，但赵破奴部在寿降城被大单于围困，水源已断绝。这些情况，有喜有忧，如何向皇上呈报好？怎么这么多人都只关心李陵，但对赵破奴被围困于寿降城却不关心？皇上重视李陵呗。20将军已击破敌军，即将班师。李陵、赵破奴却危在旦夕，咱们可不敢去。现在皇上只信任霍光。打韩延外放后，皇上让霍光管上书房，你看他多谨慎，连步子大小、落脚的位置每次都一样，分毫不差。他这样小心翼翼的，跟他哥哥霍去病的作风真是有天壤之别啊。霍大夫安在？什么事？李陵将军派部下前来求见皇上。李陵部战况如何？太子，太子，李陵所部出战大捷，朝廷上下一片欢腾啊！怎么个说法？李陵5000步军与匈奴单于亲率的3万军骑相遇，李陵据险应对，杀伤敌军数千人，几乎是汉军的全部人数。李陵派出部将陈不勒向皇上报告，皇上高兴极了，当场提升陈不勒为郎官呐。难以置信，5000人能击败3万人。我与李陵当年同在皇上身边，也曾有过杯酒之交。不过我平素从旁观察，此人还是颇有一些国史之风的。此次皇上派他孤军深入，也是要他为李广利做偏师啊。李广利就要取胜回师了，而李陵却身陷重围，生死难料啊。
霍大夫，没事吧？李陵不危险了。匈奴单于有增兵8万骑。啊，8万骑啊！加上原先的3万，就是11万骑。11万骑对5000步军，只怕皇上今晚知道就无法入睡了。哎，这是以1对1，这么说局势严峻呐。再有军报，是不是要立即禀报皇上？只怕不会有军报了。如果有就好了。哎呀，在想什么妙法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5000步兵。李陵怎么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呢？应该像这包人一样，战死，战死，战死，给他战死！150万支箭卒都用光了，车辕车夫都砍断了，刀臂都做成了武器。这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完全不够，完全不够！了断自己很复杂嘛。朕看他是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，勇气，勇气！他做李广的孙子不够格，完全不够格！看什么看？大汉朝的耻辱！朕最看好的将军，居然成了匈奴人的俘虏，懦夫，胆小鬼，羞耻，胆小鬼，没有气节，李家的败类。很久没有早朝了。今天朕临时通知早朝，叫了各位臣工的好梦。你们也不用在心里头骂娘。你们没睡好，朕一夜也没有睡。朕一夜未眠，为何？朕一夜都在想着2个字：气节。苏文，
奴才在。那个给李陵报喜的陈不乐在哪儿？叫他来。朕要让他把前些时候赞美他将领的话，在这儿再给朕，再给诸位陈公再说一遍。陈不乐郎官今天早晨听到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后，就拔剑自尽了。可恶！就这也比李陵强。至少他是以军人的方式，勇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和谎言。陛下，李陵身为朝廷将军，紧要关头竟然目无君父，丧兵投敌。其贤德家风是扫地已尽。常言说得好，疾风知劲草，烈火见真金。现在看来，他李陵原本就是个擅长伪装的无耻小人。陛下，李陵所为有辱汉室，有辱李氏家门，更是公然辱没了汉律的存在。臣以为对李陵丧兵投敌之罪应予以严惩，逮捕他的全家，加以审讯，一律全部诛杀。对，一定要认真查，是的，不杀万事就失节是的，让他遗臭万年。皇上圣明啊，英勇立国呀，皇上圣明，何以能永遗臭万年？是，对，要把这个耻辱诛杀。对，是。太史令司马迁，臣在。君子和而不群。朕观察你半天了，好像耿耿于怀啊。你好像胸有块垒啊！你说说，你对李陵的看法？臣确有不同看法。怎么个不同？臣以为，应该冷静地看待此战的全过程。太史令是要跟朕谈论军事。臣的确以为应该首先弄清楚事情的始末。李陵的5000步军以难以想象的迅疾和勇气，深入匈奴王庭腹地，已可谓虎口垂耳，横挑强胡。匈奴单于当时亲领3万精骑，与其血战10余日，竟不能胜，而且死伤惨重。恐慌之下，征调左右部的全部武装，动员一切挽弓的市民、倾国之众，一起围攻。李陵孤军转斗千里，最后是失尽道雄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而血流成河呀！然而，他为了在最后的死战当中鼓励士气，甚至下令杀了藏于军中的全部女眷。此乃何等凄惨壮烈之举呀！太史令消息灵通啊！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机密细节？是谁给你看的军报？臣因为要完成历史记述，留心于汉兴以来的近代人物，所以格外关注这场战役。这不过是虚张夸饰之词。可是，李陵是自己走下战马的，太史令应该更清楚这一细节。臣设身处地的想，也许李陵当时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，也许只是诈降，保存力量，准备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再回来报效汉朝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李陵部牵制了匈奴，才使得匈奴无力西顾，支援了2世将军，成就了他的大功业。屁话！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李陵平功摆好，是何用意？你们这些个史官们，历来自以为高明，目无君上，你司马迁也算一个。朕早清楚，你抬高李陵为他涂脂抹粉，无非是想诋毁2世将军的功劳。抬一个打一个，借力打力，
谎造谬说，欺世盗名，是你们这些史官的看家本领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一点儿不冤。来人，把这个替叛徒陈词的司马迁带下去，交给廷尉审讯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廷尉督州，臣在。把李陵全家下狱，视情形发展，再做严惩。臣领旨。退朝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司马迁的污蔑主上罪是你们最后的刑决吗？是的。他的家属能否出钱赎罪免死？赎罪免死共需交纳50万钱，可他家穷，家人四处奔走，但未能筹到。听说他还有著述没有完成。既然他博古通今，明天文识地理，就免他一死吧。免死一等，则应施以腐刑，不知是否可以适用？司马迁自是血性男儿，竟敢当庭与朕辩论，就用腐刑吧，让他以后学会安静。臣遵旨。苏，是我是李陵啊。李陵，真的是你啊！今年清明，我去为祖父扫墓，也去看了苏建将军墓，一切安好。谢谢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唉，别提了，我兵败被俘，无颜来见兄弟了。右相王，这些带来的给养都搬到窝棚里吗？都搬到窝棚里吧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是。右相王，你成了匈奴人的右相王。一言难尽呐。你听我慢慢和你说吧。假如当日皇上能原谅我的过失，保全我的家人，给我以时间和机会，我也一定会发奋再起，干出一番雪耻立功的业绩。可是，皇上并不能体谅我的处境和苦心，径自残杀了我的老母，诅咒了我全家。鄙人至此，我还有什么可以顾念的？如今我苏武也是一无所有。幸好，皇上赐我的节杖还在，我也就剩下这一根节了。处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你还讲什么信义啊？
你的2个弟弟因为犯罪而自杀了，我来时你的老母也去世了，妻子也改嫁了。唉，人生如朝露啊，一辈子很快就完了，你为何这么长时间的糟蹋自己呢？我投降的时候，成天精神恍惚，如饥如狂，为背负陛下而痛心。你现在不甘心投降的念头，恐怕也不会超过我当时的痛苦。再说，皇上年纪老了，常常朝令夕改，喜怒无常，大臣无辜而身死族灭的不下数十家，朝臣们安危难料，朝不保夕，你还为他尽什么忠啊？这么说，是匈奴人派你来劝我投降的？大臣玉知道李陵玉足下原是世教，所以派我来劝说你。大臣玉愿意真心实意的待你。劝降的话就不要再说了。我们苏家父子虽然没有大的功德，却也位列将军，封侯进爵，这全是皇上所赐。况且，苏武代表国家出使匈奴，不能辱了国家的尊严。虽然汤祸在前，府约在后，苏武甘愿做第2个张骞，不辱使命。苏武，你就不能听兄弟一句话吗？我早已经把自己看作死人了。如果右孝王您一定要逼在下投降的话，我请你撤掉酒宴，苏武就死在你面前。匈奴人长期封锁着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消息。大单于对他说：“你要想归汉，除非公羊生子，百川流向西。”苏武在匈奴持节守望整整19年，直到昭帝始元5年，汉朝天子声称在御苑中射中一支附有苏武书信的大雁，匈奴人才不得不将苏武放归汉朝。陛下，陛下，奴才给您道喜了。何喜之有？钩弋夫人新添小皇子，小皇子又白又胖，一脸的贵相。真的？真的。来，陛下，快扶朕起来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医要您老人家卧床静养啊。朕最烦的就是那些个庸医，除了让你吃药没别的本事。哼！朕要是真那么糟糕，还能生出大胖小子来？等太医给朕生个看看。哼！陛下是鸿福齐天，宫里上下都在为您高兴，而且啧啧称奇。他们有什么可奇怪的？陛下，您是忘了，钩弋夫人此番怀胎，非比常人，足足怀孕14个月。没有弄错。陛下，奴才就是有1万颗脑袋，岂敢在这上头有半点差池？自钩弋夫人受宠幸时起，奴才是一笔一笔都清楚地记录在簿。其怀孕时间一点不错，足足14个月。王子龙生如此异常，地饶是怀了14个月生下来的。现在，钩弋夫人生了一个怀孕14个月的孩子，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可不是嘛，宫里上下都是这么说。陛下，您可能还没见过小皇子吧？小皇子非常可爱，辉煌至极，而且还富贵至极。像朕，像极了，尤其是那眉眼儿。呸！您瞧我这张嘴，什么都像，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陛下。就连那哭声，
都透着陛下的底气。子不类父，让朕愁了20年。好啊！为了表达朕的厚爱，也为了嘉许钩弋夫人的辛苦功劳，传诏，从今天起，改钩弋宫门为姚母门。大人，去！儿啊，娘的眼睛不好使了，你能帮娘把线给穿好吗？你知道皇上授赵婕妤以姚母称号？本来皇上对太子就不满。昌邑王刚刚有点希望，却又冒出来个新皇子福临。是啊，我也正为此事闹心呢。皇上年老多病，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现在你大将军虽势头向上，如日中天，但只怕一旦魏太子继位就完了。母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秀啊秀的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娘啊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可是我看来，皇上赏赐的不仅只是一块匾额。你我两家是肉连着肉，咱们不能让他当上未来的皇上。何不趁着皇上和太子有矛盾，加上卫青现在已死，魏家的势力衰落已成定局，这就是机会呀！何况皇上对李夫人的感情经久不衰。再者，目前朝廷要论军功方面，没人能超过20将军你。现在丞相之位空缺，朝中丞相要是能由我来出任，那对昌邑王就更有利了。皇后尚在，我还是太子，父皇怎么能赐名姚母呢？肯定是有人知道父皇最近对我有许多不满，从中挑动，想改变母后和儿臣的地位。所以母亲一再提醒你，不要总是逆着皇上揽事，重大的事件要留给皇上来裁决。我的天哪，母后现在说的与当初司马迁所言简直是一模一样，那儿臣该如何去做？这司马迁就聪明，还不是一惹怒皇上就成了废人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皇上诏改钩弋门为姚母门，那绝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深思熟虑了。我看皇上确实是已对太子早有不满了，但目前只怕他还未下决心。我们必须要多备棘手，稳操胜算呢。将军高明，皇上总说子不类父，其实就是对太子不满意呀。皇上要是对太子都看不清楚，那他还算什么明察秋毫啊？那你说，这往下咱们该怎么做呢？把单数变成双数，
见联合其中的一家斗倒另一家，此为上策。就是说，联合勾弋斗倒魏家？那是当然。可是勾弋夫人那里，谁又能说得上话呢？若是能把太监苏文拉过来，那自然就说得上话了。自从春陀死了以后，皇上身边管事儿的就是他。李勾弋夫人其实也全靠了苏文联络他。哎呦，这小子，的确是像朕呐，连脾气都一模一样。嗯，给我啊，好，行嘞。儿子，这哪是我逗你玩呢，是你逗你爸爸玩呢。的确是像朕呐。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陛下，臣妾曾经向陛下推荐一位出使匈奴的使者，他已经从匈奴回来了。扔，就是那位从赵国来的江冲。臣妾知道陛下一向喜爱崔毅豪强的勇士，加之臣妾也是赵国人，很以这位同乡为自豪，所以臣妾自作主张叫苏文把他召来了。不知陛下想不想见见？陛下，江冲从匈奴回来，正在门外候旨。是吧？既然是勾弋夫人推荐的老乡，那就让他进来见见。诺。朕也想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江冲。传江冲。小的江冲叩见陛下。都说啊，燕赵自古多奇事，果然不同凡俗啊。小的并非搜巧猎奇，故作惊人之举。那朕问你，你穿着这身胡服打算干什么去？小的刚刚从匈奴回来，所以特地穿了他们的衣服。小的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匈奴语言。朕已经向匈奴派了几批使者了，可都被他们扣了。他们怎么会善待你呢？小的以为，过去派往匈奴的汉朝使者阳刚有余，灵活权变不足，故而收效甚微，现汉匈强弱已分，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。朝廷应因变制宜，对匈奴也不宜老是居高临下，应该让匈奴人切实感受到朝廷的善意，甚至可以怀着向弱小敌人学习的谦逊态度。此次大单于请小的禀报圣上，将立即派使团来朝进贡。那这倒真是件前所未有之事。看来你挺能干呀。行，是个人才。陛下，依臣妾看，这样的义才多难得呀，还该让他多管点事。臣妾夜来老听陛下念叨着现在的豪强贵戚太不像话。就拿那个杨凌大侠来说吧，陛下已经指示了几次，可是到现在呢，还是不能归案。像这样的侵犯都能逍遥法外，不是执法不力，又是什么呢？陛下，勾弋夫人的话说的有些道理。现在豪强又起来了，烧杀抢掠，横行无忌，确实也需要一些奇才异能之士打压打压。你江冲就做朕的直指绣衣使者，直接对朕负责，专门督抚三府盗贼，督察贵戚廷臣不法之事。
小的愿誓死效命于皇上。拿下刺客！抓刺客！快拿下！这边！快！那边！抓刺客！去那边看看！快点！这边！刺客在这儿！快点！拿下他！抓到刺客了吗？没有。启禀陛下，宫中的所有角落都已搜尽，可还是没有见到刺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朕在撒谎？臣实在不敢。拉下去，给朕看喽！皇上，皇上，站着！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关闭长安城门，全城搜查。皇上驾到！李将军，臣在。近点啊！丞相之位空缺已久了，你20将军觉得朕可用何人为丞相？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如果是举贤不避亲的话，臣想，要是举贤不避亲的话，臣以为立刘屈毛为相比较合适。刘屈毛是你姐夫，倒还有些才能，而且还……太子来了吗？回陛下，昨儿就已经告知了。告知了没有？为什么姗姗来迟？父皇，太子怎么来晚了？回陛下，儿臣乘坐的马车早晨由家奴驾驭时，不慎驶到了驰道上，因而被直指绣衣使者江冲扣留。儿臣多方通融未准，他非要以儿臣的车驶到驰道上定罪，所以儿臣来宫时只能另择车程，这才耽搁了。这个江冲果然了得，作为人臣，本就该奉公守法。传诏，升江冲为水衡都尉。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见，让他们回去吧。这好吗？毕竟是皇后的家人，宫中的制度，您看我说你们这些门侯，被收拾的还不够是怎么着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一切以皇上的健康为第一位。皇后和太子的家人一律不见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？父亲开始怀疑儿子，儿子开始警惕父亲。妻子开始疏远丈夫，群臣开始畏惧他们的皇上。这样一来，唯有那奸佞小人大行其道，不是？不要再说了，刘据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就不要说这样出格的话了。父皇，
父皇连面也不见，一点消息也不给，儿臣只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从中挑唆，让父皇生出如此的仇恨和戒心呢？不要再管了，刘据。总得有个说法不是？公孙贺死后，丞相之位由刘屈毛继任。刘屈毛又是李广利的至亲，李广利又是我兄弟昌邑王的舅舅，显然这后头别有名堂。你是真不了解你的父皇。既然父皇已经委托我在他不在时过问朝政，面对这种事情，我不能听之任之。我并不在乎这个太子位还能不能保得住，只担心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父皇一旦有所不会，国家和列祖列宗的基业如何传承啊？滚出去！这是皇上让水衡都尉请来的西域胡巫，上官妖气。皇上说最近周遭气息不好，噩梦连连。臣叩见皇上。将状，臣在。朕刚才又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好几千个小木头人儿，岂有此理！臣带来一位西域神巫，此人善观妖气，陛下见见如何？什么人？这胡巫是匈奴人吗？陛下，小的是月之人，小的发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呀。妖气来自东南。妖气都聚在皇宫中，必须根除，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！你是说未央宫、长乐宫，还是太子宫？叫霍光进来。臣叩见陛下。你找。
这么瞎折腾，还能不能给我留一寸安身之地？奴才只是遵照皇上的诏命，实在是不得已，请皇后娘娘见谅。你们不好好的侍候皇上，却专搞这样的旁门左道。这些胡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看是替匈奴来报仇的吧。哎，太子，王八蛋！江冲这伙人真嚣张之极。老师，父皇怎么能相信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氓呢？看来有些人不把汉室的天给捅塌了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怕鬼叫门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无中生有。父皇为什么不见我？门都不让进，我几次派去汤泉宫的家事都被挡了回来，简直弄不清楚他老人家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太子就没怀疑过皇上是否还活着？太子难道忘了秦朝末年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的故事吗？你是说，难道这一切都是由奸人有意安排的弥天大谎？太子，不好了！太子，太子不好了！江冲他们在您的书房里挖到了许多木偶，还有巫书，上面写的都是些大逆不道之言。太子，冷静。皇上特使到。皇上特使在何处？在宫门口，从汤泉宫来的，请诸位大人前去接旨。集合队伍，守好证据。诺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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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要谋反，拿下！别动！江冲才是斗胆谋反。太子不要冲动，卑职奉有皇上的诏命。哼！你设局栽赃，要置我于死地，我今天先办了你。太子，铁证如山，法网难逃，你就是杀了我，哼，恐怕也救不了你。皇上也有圣旨，皇上不在朝时，本太子监理国事。你现在矫诏谋反，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！扣留所有军士，烧死这些胡物，立刻去长乐宫、未央宫搜捕那个太监苏文。都快点！哎，臣接旨。韩愈，苏文呢？你是什么人？见到来使还不下跪？跟皇上到汤泉宫的随员我都认识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刘据，出什么事了？母亲，那江冲一伙自己带着偶人埋在我的宫里，又挖出来，要栽赃陷害我。现在江冲一伙已经被我刑权斩决了。我本应立即去汤泉宫向父皇禀报的，可是那个苏文他已经逃了出去，必然会到父皇那儿恶人先告状。我看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我准备以监国太子的身份，诏令群臣百官，将所有的奸党全部逮捕，弄清阴谋的始末，
然后再向父皇做个交代。母亲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！我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这才真像是刘彻的儿子啊！我笑你枉担了几十年懦弱的虚名，骨子里还是有你们刘家人的种姓啊！母亲，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，你要支持我。儿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唯有一拼才能自保啊！母亲，陛下，造反，太子能有这样的胆量？启禀陛下，太子已经杀死了江充，还有那个韩越，扣留了守城军士，还公然违抗诏命。要不是奴才跑得快的话，是不是你们挖出了木偶，逼太子太甚了？是不是江充过于咄咄逼人，逼太子杀人的？纵然是死，也要死得清清白白。刘觉，要做就做到底，把奸人都除掉。请母亲下令，让长乐宫所有卫士归儿臣指挥，打开兵库，分发武器，御马院所有马匹一律调出，供骑射武士使用。你要先通告百官，父皇重兵为奸人所逼，奉诏讨贼，迅速控制全城，陈兵备战。要告诉老百姓，今后停止对外用兵，释放那些为躲避徭役而被关押的无辜犯人。争取民心。儿臣遵命。魏不疑，你立即领兵占领丞相府，让刘屈毛立刻来我这儿报道。如若不从，斩了他！太傅失德，你领着人向长安市民公告，皇上病重，存亡难料，奸臣意欲作乱，太子起兵讨逆，向百姓分发武器，维持京城治安。诺。你张光，立刻赶往长安大狱，宣布诏命，大赦囚徒，将其中的军人、武士以及敢死之士全部组织起来，以应付不测。诺。剩下2件最重要的事，一是调动长水宣曲的胡骑，一是联络北军的任安。怎么样？小的见太子那里警戒森严，陈兵备战，就没敢觐见。见了皇上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，千真万确。他已宣布登基执政，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再说一遍。太子造反，千真万确，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这个不孝之子，真要向他老子开战了！快，把朕的符咒拿来！栾家准备回京，朕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有多大能耐。报！臣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京城已大乱，丞相要臣送来了这个。
写的这些报告杂乱无章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太子发兵围了丞相府，丞相不敢与太子敌对，只身躲了出去，印绶也没来得及拿，所以丞相干什么呢？丞相不敢露面，也不敢擅自发兵。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躲什么躲？那杀江充，朕可以宽恕他，但他公然要改变朕的方略，释放牢中囚犯，朕还能饶了他吗？火光，臣在。替朕拟诏给丞相刘屈毛，你就这么写：镇压叛贼，执行国法，封锁城门，休让反者逃脱。避免短兵相接，以免百姓伤亡过大，懂吗？懂，备臣一定转达。快去！传光禄大夫过来。诺。陛下，派人持虎符，赶往长水、宣渠，控制胡骑，防止他们倒向太子。诺。十郎马通，你去执行陛下的命令。诺。拟诏：调发3府附近各县兵丁，由中2千担以下分别率领，统归刘屈毛指挥兵判。诺。你们几个人分别带上符节，立即赶往各县传达诏令。诺。走吧，别太急了。诺。霍大夫，情形十分危急啊！陛下此时不能回未央宫啊。那怎么能让臣民们知道朕的真实情况？请陛下暂驻城外建章宫，臣以为这样就足以威慑叛军了。臣则设法向外发布消息。好吧，就去建章宫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亲自来北军打营啊？护北军使者任安，此为调兵符节。今圣上在汤泉宫病重，生死不明，刘屈毛趁机作乱。我以皇后和我本人的名义，命令北军立刻发兵，平息丞相的叛乱。没有皇上的虎符，我不能出动北军呐。你连我也不相信吗？我已经告诉你，皇上人在汤泉宫，目前生死不明，击破丞相的叛军，就是捍卫朝廷。太子稍后，等我与其他将军商议一下。关营门，诺。任安，国家的命运全在你的手上。任安，你回答我，任安，你不想救朝廷于危难之中吗？请太子恕臣不敢从命。告诉臣民们，朕就在建章宫里，得亲自指挥平叛，朕没有死。任安的北军为什么不动？还在观望什么？去告诉他，立即举兵，协助南军在全城实行剿灭，所有的反抗者，统统杀死。诺。